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系列视频。你知道老婆、妻子、太太这些叫法的来历吗？本期我们将一起了解一下这些称谓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。在古代，妻子一词指代的是妻与子。妻在甲骨文中，左边是一个跪着的长发女子，右边是一个人手抓取的形状，这是因为上古时期有掳掠妇女的抢婚习俗。据《礼记·曲礼下》记载，天子之妃曰后，诸侯曰夫人，大夫曰孺人，庶人曰妻。意思是，皇帝的妻子称为后，诸侯的妻子称为夫人，大夫的妻子称为孺人，普通百姓的妻子则称为妻。这反映了古代中国严格的等级制度。要注意的是，那时的妻只是指代没有身份的平民百姓的配偶，直到后来，妻才渐渐成为所有男人的配偶的通称。妻的别称还有很多。古代卿大夫的嫡妻称为内子，泛指妻妾为内人，对应夫的称呼即外子、丈夫。妻还被称为内助，意为帮助丈夫处理家庭内部事务的人，贤内助成为妻子的美称。旧时对别人谦称自己妻子为桌内、贱内，对自己妻子则称娘子。诸侯之妻也称小君，汉代以后王公大臣之妻称夫人，即夫之人。唐、宋、明、清各朝还对高官的母亲或妻子加封诰命夫人。先秦时期，夫妻间互称良人，不特指夫或者妻。当时男女地位还算比较平等，但这种不加区别的称谓也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所以后来就根据《说文解字》，在良字音译基础上加以区别，在良左边加女字旁变成娘，在良右边加耳刀旁变成郎。古人认为单音节词似乎有些太过亲昵，同时对外也不够庄重，因此就在郎字后面加一个君字，在娘字后面加一个子字，就成为郎君、娘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起先娘子一词仅用于妙龄少女，大约到了唐代才成了妻子的称呼。老婆最初的含义是指老年妇人，直到唐代才开始指代妻子。关于老婆一词的来历，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。据说唐朝有一个书生10年寒窗苦读，在妻子的帮助下，终于考取了功名。此时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老了，没以前好看了，便想找一个年轻漂亮的新妻。于是他写了一副上联放在案头，荷败莲残，落叶归根成老藕。妻子看到了，提笔续了一副下联，和黄道熟，吹糠见米线新娘。这里的新娘与新娘谐音，书生被妻子的才思敏捷和深厚情谊感动了，便放弃了弃旧纳新的念头。他们相互还写下了一句话：老公十分公道，老婆一片婆心。这个故事很快流传开来，并传为佳话，从此便有了老公和老婆的叫法。到了近现代，出现了书面与口语之分，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叫法。口语中最常见的有老婆、媳妇，书面用语则仍然保留内子、内人等对他人称呼自己妻子的名称。文化人还喜欢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太太。其实，太太一词源自于周朝立国前的3位君王：周太王、季礼、周文王的正室，太姜、太忍、太姒，合称三太，表示自家妻子的贤德可与这3位国母相提并论。80年代，中国还流行过爱人的叫法，不仅适用于夫妻之间的互称，也是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时的称谓。在口语表达中，有子女的夫妻也会将彼此称为孩儿他爸、孩儿他妈，而老年夫妻常互称为老伴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